萧景渊跟他的白月光苏清源大婚那日，红潮扑遍整个皇宫，礼乐声震彻云霄，连冷宫的断壁残垣都似被染上了几分喜庆。而我沈清慈却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石床上，缓缓咽了气。宫人们围过来探鼻息、摸脉搏，连太医院的院正都摇头叹息，断定我已气绝身亡。没人知道我是这世间唯一的碧气宫传人，此刻的沉寂不过是我蓄谋已久的脱身之计。萧景渊登基不过半年，就急着寻回他那位远嫁3年的白月光苏清源，将我这个陪他从潜龙底一路拼杀，替他挡过刀剑，为他散尽千金，接济江湖弟兄的替身，毫不留情地打入了冷宫。我倒也不怨，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苏清源的影子。他见我的第一眼就说我眉眼像极了他的心上人，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，许我衣食无忧，有吃不完的鸡腿和甜食。那时候我刚被师父丢下，再次流落街头，正蹲在酒楼后门啃冷馒头。一听有鸡腿吃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谁能想到这一跟就是5年，从他还是不得宠的六皇子萧景渊，到他发动宫变登基为帝萧景渊，我始终陪在他身边，替他刺杀叛党，护他周全，替他打理那些他不便出面的江湖关系，甚至为了救他，后背中了3箭，差点真的丢了性命。我以为就算没有爱情，看在我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，他也会给我一个体面的结局。可我终究是高估了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。苏清源一回来，我就成了多余的人。那些他曾说过的只要阿次能笑一笑，花多少银子都无所谓，那些他亲手为我剥的荔枝，那些他摸我头时的温柔，全都成了笑话。冷宫的日子清苦，却也让我彻底下定了决心。我故意断了饮食，装作油尽灯枯的模样，直到大婚那日，趁着宫人们都去看热闹，我运起碧气功，任由气息全无，任由他们将我抬出冷宫，草草收敛，埋进了城郊的皇陵偏殿。萧景渊念及旧情，终究没让我曝尸荒野，却也只是给了一口普通的棺木，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。我能清晰地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听到宫人们的议论，听到萧景渊大婚的礼乐声隐隐传来，直到夜色降临，皇陵里没了人影，我才缓缓运功，吐出一口浊气，推开棺盖爬了出来。棺木里我早已提前放了一堆烂土豆，那是我从冷宫的小菜园里偷偷挖的，用来掩人耳目。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换上早就藏好的粗布衣裳，翻出皇陵的密道，一路狂奔，朝着塞外的方向而去。师父说过，塞外天地辽阔，最适合我们练碧气功的人逍遥自在。我终于可以摆脱替身的身份，摆脱皇宫的束缚，再也不用为了谁出生入死，再也不用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，一路风餐露宿。半个月后，我终于抵达了塞外的云城，这里民风淳朴，美食遍地，还有好多高鼻梁深眼窝的西域小郎君，日子简直快活似神仙。我在云城最热闹的酒楼住了下来，每天大鱼大肉，喝着西域的葡萄美酒，偶尔趁邻桌的西域小郎君不注意，伸手摸一把他的腹肌，惹得对方脸红耳赤，我便笑着摆手道歉，转身继续吃我的烤羊腿。这样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我过了整整3个月，早已把皇宫里的那些糟心事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甚至快要忘记萧景渊长什么模样了。直到那天，天崩地裂的震动突然袭来，整个云城都在摇晃，酒楼的桌椅倒了一地，酒杯碎了满桌。我稳住身形，运起碧气功，任由尘土落在身上。等震动平息后，才听到街上的人议论纷纷，说京城方向发生了大地震，连皇陵都震塌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，皇陵塌了，我的棺木肯定也被埋了，那堆烂土豆迟早会被人发现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就有消息从京城传来，说新帝萧景渊在清理震塌的皇陵时，发现了我那口棺木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没有我的尸体，只有一堆腐烂的土豆。萧景渊震怒，我坐在酒楼里，听着说书先生讲着京城的变故，说萧景渊如何震怒，如何茶饭不思，如何在那堆烂土豆前红了眼眶，甚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痛哭失声，说自己错了，不该负我。我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葡萄美酒，嗤笑一声，早干嘛去了。如今我早已不是那个为了一口鸡腿就甘愿留在他身边的沈清慈了。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萧景渊的执念，他不仅调动了京城的禁军，还派人联系了江湖各大门派，悬赏1万两黄金寻找我的踪迹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查到了我师父的头上，知道了我是碧气功传人，知道了我当年是被师父收养，
知道了我所有的过往。说起我的师傅，那可真是个奇人。我4岁那年还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在街头跟野狗抢半块红薯，拼尽全力抢赢后，正蹲在墙角啃得香，就遇到了师傅温玄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道袍，头发胡子花白，却精神矍铄，蹲在我面前，笑眯眯地问：小家伙，根骨清奇，愿不愿意做我的弟子？我嘴里塞满了红薯，含糊不清地问：做你的弟子有烤红薯吃吗？每天都有吗？温玄哈哈大笑，揉了揉我的头。有，不仅有烤红薯，还有吃不完的糕点，喝不完的茶水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温玄的弟子，加入了他的归西门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个门派实在是寒酸的可怜，整个门派加起来就3个活物：师傅温玄，我沈青瓷，还有一只老乌龟。师傅说，这只老乌龟已经活了1万年，是我们门派的镇派之宝。我们练功的方法就是盯着老乌龟缓慢呼吸，想象自己就是这只乌龟，100年不呼吸，1000年不吃喝，这就是龟息功。练到极致就是闭气功，可以做到气息全无，如同死人一般。我就这样跟着师傅在深山里练了11年，每天除了盯着老乌龟呼吸，就是帮师傅劈柴、挑水、做饭。偶尔师傅会给我讲江湖上的趣事，讲那些名门正派的恩怨情仇。15岁那年，我出师了，闭气功练得炉火纯青，甚至比师傅还要厉害。师傅最多能闭气3个时辰，而我能闭气整整1天1夜，就算泡在水里也能安然无恙。可出师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闭气功除了能装死，好像没什么别的用处。人家别的门派弟子出师后，要么一剑开天门，要么力能扛鼎，行走江湖，受人敬仰。而我练了11年，只会装死，只会像乌龟一样缓慢呼吸。别说行侠仗义了，就连遇到小毛贼，都得靠师傅教我的几手粗浅功夫自保。我感觉自己被师傅骗了，11年的功夫练了个寂寞。可我还没来得及质问师傅，他就通过书信爱上了远方的一个老登笔友。据师傅说，那位笔友是一位隐士的高人，学识渊博，志趣相投，两人通信3年，早已情投意合。于是师傅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给我留了一封书信，说我功夫大成，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，然后就千里迢迢的去跟他的笔友黄昏恋奔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深山里。就这样，15岁的我再次流落街头。好在师傅人缘不错，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叔叔姑姑们都受过师傅的恩惠，知道我是他的弟子，都愿意收留我。我今天在峨眉派跟着师姐们学2天剑法，明日去霸刀门跟着师兄们耍3天大刀，后天又去丐帮蹭饭吃，顺便学几招丐帮的追踪术。就这么一路晃悠，一路学习，不知不觉就晃悠到了京城，遇到了当时还是六皇子的萧景渊。那天我正在京城最大的酒楼醉仙楼的后门啃冷馒头，忽然听到酒楼里传来打斗声，还有人喊着杀了萧景渊。我好奇心重，悄悄凑过去一看，就看到一个穿着锦袍、面容俊朗的少年被几个蒙面刺客围攻。那少年虽然身手不错，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渐渐落了下风。眼看着刺客的刀就要捅穿他的心口，我当时也没想太多，毕竟吃了人家酒楼的半块生馒头。再者，那少年长得确实好看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就这么死了。于是我运起在峨眉派学的披挂掌，纵身一跃，跳到刺客身后，抬手就是一掌，狠狠拍在刺客的后心。那刺客猝不及防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倒在地上，随后被赶来的侍卫们制服。萧景渊松了一口气，走到我面前，对着我深深一揖：多谢女侠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目光落在他身后被打翻的菜肴上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油光锃亮的鸡腿。我毫不客气地走过去，捡起鸡腿，擦了擦上面的灰尘，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，一边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：谢就不用了，给点银子吧，我快饿死了。萧景渊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起来，那笑容温柔得像春日的阳光。他从腰间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我：老死，女侠若是不嫌弃，愿意进王府跟着我吗？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再也不用饿肚子，鸡腿管够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停下了啃鸡腿的动作，抬头看着他：真的跟着你每天都有鸡腿吃，还有甜食吗？我爱吃甜的。都有。萧景渊点点头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只要你跟着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就这样，我跟着萧景渊进了六皇子府。进府的第一天，
就听到府里的下人议论纷纷，说我长得像极了宋家大小姐苏清源，也就是萧景渊的白月光。那位据说3年前远嫁北安王，却在半年前被北安王休弃，不知所踪的大小姐。你看她眉眼跟苏大小姐简直一模一样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可不是嘛，殿下当年有多喜欢苏大小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今苏大小姐走了，殿下找到这么一个替身，也算是慰藉了。小声点，别被殿下听到了，也别被这位沈姑娘听到了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我听着他们的议论，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，替身就替身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当初我跟着说书先生游走江湖的时候，看过好多话本子，这种替身梗我熟得很。况且萧景渊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银子花，我不过是长得像他的心上人，又不用付出什么，何乐而不为？后来我在萧景渊的书房里见到了苏清源的画像，眉眼清秀，气质温婉，确实跟我有几分相似，但也仅仅是相似而已。我对着画像看了一会儿，嗤笑一声，普天之下美女总是相似的，他觉得我像他，不过是因为他太过思念他罢了。没过几天，萧景渊就派人送来了一身绿罗裙，还有琴棋书画的典籍，让我学着穿绿罗裙，学着弹琴下棋写字画画。我虽然觉得麻烦，但想着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还是乖乖照做了。我学得很快，没过多久就能够弹得一手好琴，下得一手好棋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画得一幅好画。穿上绿罗裙，也有了几分苏清源的气质。那天晚上，暖阁里烧着炭火，暖意融融。萧景渊喝了很多酒，脸颊通红，眼神朦胧。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将我抱住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声音沙哑地问：清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我当年没能留住你？我浑身一僵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兴奋。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被这么好看的人抱着过，而且他身上的酒气很好闻，带着淡淡的墨香，让人心跳加速。萧景渊不知道我的颤抖是因为兴奋，还以为我是害怕，于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，将我抱得更紧了，声音温柔的能画出水来。别怕，清源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，我会好好疼你，好好宠你，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那天晚上，他抱着我坐了很久，说了很多话，大多是对着苏清源说的，说他当年有多后悔，说他这3年有多思念他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一边听着，一边偷偷打哈欠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人也太深情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他继续给我吃鸡腿，给我买甜食，他说什么都无所谓。萧景渊对我是真的很好，宫里赐了金贵的荔枝，每个皇子都只有一盘，他小心翼翼地端回府里，递给我，让我吃。我狼吞虎咽，一口气就把一整盘荔枝都吃完了。吃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一个也没给萧景渊留下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以为他会生气，可他却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没关系，阿慈爱吃，以后我再给你求，就算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也会摘下来给你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记住了我爱吃甜的，但凡宫里有什么好吃的甜食水果，他都会第一个想着我，派人送到我面前。府里的吃穿用度更是从来没有缺过我，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，只要我多看一眼，他就会立刻买下来送给我。他还跟我说，王府里没有别的女人，所有的银子都是给我花的。我也真没客气，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接济我那些江湖上的穷兄弟们。要知道，武林中人看似威风凛凛，实则大多穷的一批，有的连饭都吃不饱，更别说买冬衣看大夫了。而萧景渊，哪怕是所有皇子中最不受宠的一位，那也是皇子，手握一定的权势，家底丰厚，滔天富贵。自从萧景渊发话说只要我开心，花多少银子都无所谓之后，我就更肆无忌惮了。张大侠的母亲生了重病，没钱看大夫，我立刻派人去请了太医院的院正，又雇了8个丫鬟，专门伺候老太太，还送了一大笔银子，让老太太安心养病。玉清宫的女弟子们没钱做冬衣，冻得瑟瑟发抖，我当场甩出一锭金子，给他们找了最好的裁缝铺，让裁缝铺给姐妹们每人做一套厚实的冬衣，顺便再给每人打一套首饰，让他们风风光光的过冬。我这般大笔支出，萧景渊从来没有问过一句，甚至还会主动问我银子够不够用，要不要再给我一些。府里的管家看着我花钱如流水，心疼的不行，偷偷跟萧景渊告状。萧景渊却只是淡淡一笑，对管家说：阿慈开心就好，这点银子不算什么，
只要他能笑一笑，花多少都值得。师父曾经教过我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我花了萧景渊这么多银子，享受了他这么多的宠爱，自然得为他做点什么，贡献点价值。于是我开始暗中帮他打探消息，帮他对付那些对他不利的人。有一次，我得知太子和金相暗中合谋，想要在萧景渊去寺庙上香的路上派人刺杀他。我提前埋伏在金相家的莲花缸里，一动不动，运起闭气功，整整待了1天1夜，泡得我浑身都肿了，皮肤都起了皱。终于等到了金相和太子的亲信接头，听到了他们的阴谋，趁着他们不注意，我纵身一跃，出手利落，当场刺杀了金相和他的亲信，断了太子的一条臂膀。萧景渊得知消息后，又惊又喜，抱着我，心疼的不行，一边给我擦身子，一边骂我傻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以后不许再这么冒险了，听到没有？我一边吃着他给我剥的橘子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：没事啦，我功夫好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给我花了那么多银子，我总得帮你做点事吧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萧景渊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心疼和宠溺，轻轻捏了捏我的脸。傻瓜，我给你花钱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你回报，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就好。后来宫变之日，太子不甘心失败，引兵包围了六皇子府，万箭齐发，府里的侍卫们死伤惨重。我护在萧景渊身边，拔出腰间的剑，奋力抵挡，后背中了3箭，鲜血染红了我的绿罗裙，疼得我几乎晕厥。但我始终没有松手，拼尽全力护着萧景渊，杀出了重围，一路奔到了皇宫，控制了局面，最终帮萧景渊登上了皇位。我以为经过这么多事，就算萧景渊心里还有苏清源，也会对我多几分真心，就算不能给我皇后之位，也会给我一个安稳的归宿，让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，吃一辈子的鸡腿和甜食。可我终究是错了，错得一塌糊涂。萧景渊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派人四处寻找苏清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半年后，他找到了苏清源，得知苏清源当年并不是被北安王休弃，而是被北安王囚禁了起来，受尽了委屈。萧景渊震怒，立刻派兵灭了北安王府，将苏清源接回了皇宫，册封为贵妃，宠爱有加，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到他面前。而我那个替他出生入死、护他周全的沈清慈，却因为眉眼酷似苏贵妃，恐惹贵妃不快，被他打入了冷宫。入宫那天，我看着萧景渊牵着苏清源的手，笑容温柔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那一刻，我所有的期待，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了泡影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只是平静地跟着太监走进了那座冰冷的冷宫。我知道我的脱身之计是时候实施了。如今我在塞外逍遥自在，萧景渊却在京城疯了一样找我。我本以为只要我躲在塞外，他就永远找不到我，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他的执念。这天，我正在酒楼里吃烤羊腿和葡萄美酒，忽然看到几个穿着京城禁军服饰的人走进了酒楼，四处张望，眼神警惕，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。我心里一惊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烤羊腿，运起闭气功，装作普通的食客，低着头，慢慢挪动脚步，想要趁机溜走。可就在我快要走出酒楼大门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带着一丝颤抖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。阿慈，是你吗？我浑身一僵，脚步顿住，没有回头。我知道是萧景渊。萧景渊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想要触碰我的肩膀，却又怕惊扰了我，手指在半空中停顿了许久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：阿慈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缓缓抬起头，看着他，半年不见，他似乎瘦了很多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，下巴上也长出了青色的胡茬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登基时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疲惫和悔恨。他的眼神里满是恳求，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慌乱。陛下，我淡淡的开口，语气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沈清慈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江湖女子，名叫阿慈，跟你说的那个沈清慈只是同名同姓而已。不，我没有认错。萧景渊摇着头，眼神坚定。我不会认错你的，你的眉眼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就算你换了衣裳，就算你装作不认识我，我也能认出你。阿慈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你最好的一切，我封你为后，好不好？皇后，我嗤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陛下，
你觉得我还会稀罕你的皇后之位吗？当初你把我打入冷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要封我为后？当初你牵着苏清源的手，接受百官朝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这个替你挡过刀剑，为你出生入死的人？我知道，我错了。萧景渊的眼眶红了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。阿慈，我那时候鬼迷心窍，我以为苏清源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挚爱，我以为你只是他的替身。可直到你死了，直到我看到那堆烂土豆，直到我找不到你，我才明白，我爱的人从来都不是苏清源，而是你，是沈清慈。我知道，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会相信。萧景渊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悔恨。可我真的后悔了。我后悔把你打入冷宫，后悔没有珍惜你，后悔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阿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你，来疼你，来宠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承认，他此刻的模样确实很让人同情。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为了一口鸡腿就甘愿留在他身边的沈清慈了。皇宫里的尔虞我诈，替身的委屈，冷宫的冰冷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陛下，不必了。我淡淡的说，我已经习惯了塞外的生活，这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比皇宫里舒服多了。我不想再回去，不想再做任何人的替身，不想再卷入那些尔虞我诈的纷争里。你回去吧，就当沈清慈真的已经死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可萧景渊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力道很大，仿佛怕我一转身就再也不会回来。他的手很烫，带着一丝颤抖。阿慈，不要走，求你了，不要走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生不如死。我已经把苏清源送回他的家乡了，我再也不会见他了。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用力挣扎了一下，想要挣脱他的手，可他抓得太紧，我根本挣脱不开。陛下，请你放手。我的语气冷了下来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。萧景渊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痛苦和恳求。他慢慢松开了我的手腕，声音沙哑地说，好，我不逼你，我不逼你跟我回去，但是阿慈，我不会走的，我会一直留在云城，留在你身边，直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。不管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，哪怕是做你的仆人，哪怕是每天给你买鸡腿买甜食，我都愿意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无奈。我知道萧景渊的性子，一旦认定了一件事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他既然说要留在云城，就一定会说到做到。我没有再劝说他，只是转身走出了酒楼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从那以后，萧景渊就真的留在了云城。他遣散了所有的禁军，只留下了2个贴身侍卫，换上了粗布衣裳，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子，每天都跟在我身后，寸步不离。我去酒楼吃烤羊腿，他就坐在我对面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，给我剥葡萄，给我倒酒，从不打扰我。我去街上闲逛，他就跟在我身后，帮我拎东西，帮我赶走那些骚扰我的小混混。我去郊外练闭气功，盯着老乌龟呼吸，他就坐在我身边，安安静静地陪着我。哪怕他觉得很无聊，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他还学着给我做烤红薯，学着给我做甜食，虽然做得很难吃，烤红薯烤糊了，甜食甜得发苦，但我还是会象征性的吃一口，然后笑着告诉他味道还不错。他听到我的夸奖，会笑得像个孩子一样，眼睛里满是欢喜，然后更加努力地学着做。有一次我故意逗他，趁他不注意，伸手摸了摸旁边西域小郎君的腹肌，还对着小郎君笑了笑。萧景渊看到后，脸瞬间就黑了，快步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拉到他身后，恶狠狠地瞪着那个西域小郎君，像一只护食的小狗，语气酸溜溜地说，他是我的人，你离他远点。那个西域小郎君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萧景渊吃醋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陛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家只是一个普通的路人而已。萧景渊转过身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委屈，还有一丝占有欲。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喜欢别的男人靠近你，哪怕是碰你一下也不行。阿慈，你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丝触动。这么久以来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照顾我，包容我的任性，忍受我的冷漠，从来没有一丝怨言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、冷漠无情的皇帝，只是一个为了爱情甘愿放下身段的普通男子。这天，我正在郊外的小河边练闭气功，萧景渊坐在我身边，安安静静地陪着我。练完功，
我坐在河边，看着河水，忽然开口：“萧景渊，你真的愿意一直留在这塞外，放弃你的皇位，放弃京城的荣华富贵吗？”萧景渊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坚定：“愿意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放弃。皇位也好，荣华富贵也罢，在我眼里都比不上你。阿慈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不敢奢求你立刻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一直陪着你，照顾你，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这些日子他的付出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对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怨恨，甚至有了一丝好感。或许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也给我自己一次机会，看看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走到一起。好，我缓缓开口，看着他，眼神平静。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萧景渊眼睛一亮，立刻凑到我面前，语气急切：“阿慈，你说，不管是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”第一，我伸出一根手指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不能再提苏清源，不能再让他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心里只能有我一个人。”我答应你。萧景渊立刻点头，眼神坚定：“我已经把苏清源送回他的家乡，并且给了他足够的银子，让他这辈子衣食无忧。我再也不会见他，再也不会提起他。我的心里从今以后只有你一个人。”第二，我伸出第二根手指：“你不能再把我当成任何人的替身。我是沈清慈，不是苏清源。我有我自己的性子，有我自己的喜好。你要尊重我，不能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。”我答应你。萧景渊用力点头：“阿慈，我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。我会尊重你的性子，尊重你的喜好，再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。我会把你宠成公主，宠成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”第三，我伸出第三根手指：“我们以后就留在塞外，不再回京城，不再参与朝堂的纷争，过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每天有吃有喝，有鸡腿有甜食，开开心心的。”我答应你。萧景渊笑着说：“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在哪里都一样。我早就厌倦了朝堂的尔虞我诈，厌倦了皇位的束缚，能和你一起在塞外过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”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是我自从被打入冷宫以来第一次真心实意的笑。萧景渊看着我笑了，也笑了。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宠溺和欢喜。“阿慈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”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，没有皇宫的尔虞我诈，没有替身的委屈，没有冰冷的冷宫，只有我和他，在塞外的天地里过着无拘无束、开开心心的日子。后来，萧景渊派人回京城，传位给了他的弟弟萧景瑜。萧景瑜是他唯一信任的人，也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皇子，相信他能治理好天下。而萧景渊就留在了云城，陪着我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学着做烤红薯，学着做甜食，虽然偶尔还是会做得很难吃，但渐渐的也做得有模有样了。他每天都会陪我去酒楼吃烤羊腿，喝葡萄美酒，陪我去街上闲逛，陪我去郊外练闭气功，陪我盯着老乌龟呼吸。有时候我会故意逗他，伸手摸一摸西域小郎君的腹肌，看他吃醋的模样，然后笑着哄他。有时候他会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去看塞外的日出日落，给我讲他小时候的趣事，讲他在乾隆底的日子。师父看到我，笑着说：“小家伙，没想到你在这里过得这么好，看来我当年没白把你丢下。”我看着师父，眼眶一热，扑进他的怀里。“师父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忘了我呢。”“傻孩子，师父怎么会忘了你呢？”温璇笑着揉了揉我的头，然后看向萧景渊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。“你就是萧景渊，以后阿慈就交给你了。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萧景渊立刻恭敬地对着温璇行了一礼。“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阿慈，绝不会欺负他。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疼他，来宠他。”温璇满意地点了点头。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那天我们4个人，还有我从京城带来的那只老乌龟，一起在酒楼里吃了一顿热闹的饭。师父和他的笔友相谈甚欢，萧景渊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给我剥葡萄，给我夹菜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有吃有喝，有爱的人陪在身边，无拘无束，
自由自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萧景渊在云城过得越来越幸福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，只是我的萧景渊，一个会为我做烤红薯，会为我吃醋，会一直陪着我的萧景渊。我也不再是那个为了一口鸡腿就甘愿做替身的沈清慈，只是他的阿慈，一个可以肆无忌惮、可以任性妄为、被他宠成公主的阿慈。有一天，萧景渊牵着我的手，站在塞外的草原上，看着远方的蓝天白云，笑着说：阿慈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你，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没有珍惜你，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和你一起在这塞外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笑着说：我也是，萧景渊，能遇到你，能原谅你，能和你一起过这样的日子，我也很幸福。萧景渊低下头，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阿慈，我爱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我也爱你，萧景渊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笑着说：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陪着你，陪着你吃烤羊腿，陪着你吃烤红薯，陪着你看日出日落，陪着你一直走下去。草原上，风轻轻吹过，带着青草的清香。远处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，蓝天白云，岁月静好。我和萧景渊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些皇宫里的糟心事，那些替身的委屈，那些过往的伤痛，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，再也不会影响我们。我是沈清慈，是世间唯一的碧气宫传人，曾经是皇帝的替身，曾经在冷宫里死过一次，曾经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，可最终我还是遇到了那个愿意放下皇位，放下荣华富贵，陪我在塞外逍遥自在，宠我疼我的人。往后余生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替身情深，只有我和他，有吃有喝，有笑有闹，无拘无束，岁岁年年，直到地老天荒。偶尔我还是会想起当年在冷宫里的日子，想起那堆用来掩人耳目的烂土豆，想起萧景渊在我的墓前痛哭失声的模样，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。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些过往的曲折和遗憾，我们现在的幸福才显得更加珍贵，更加来之不易。萧景渊会一直记得他曾经亏欠过我，所以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弥补我，来宠我。而我也会一直记得他曾经的过错，也会记得他后来的付出，所以我会放下过往，好好的爱他，陪着他，一起走过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塞外的风依旧温柔，塞外的阳光依旧温暖，我和萧景渊的幸福也会像这塞外的岁月一样绵长而美好，直到永远。